晚上8点30分，王一博无聊地打了几十场，肖战依然没有出现。半小时前，他查了一下肖战的航班，收到了因天气原因延误的通知。现在再次检查，仍然是相同的消息，也没有宣布将推迟多长时间。明明长沙的天气这么好，王一博拉开窗帘一点点，望着夜空下的璀璨城市，几颗孤星。月亮不太圆，有时躲在云里，但很快像他一样出来，欢快地跳舞，等待着重要的人。通过 CCTV5 打开电视，他一时没兴趣看 F1 比赛收视，听到熟悉的引擎声，差点睡着了。终于被电话铃声吵醒，是肖战的电话。他侧耳倾听，冰冷的声音提醒着对方：“你迟到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这架飞机太诡异了，不能在空中旋转，说是为了避开前面的雷雨。刚刚降落，肖战不耐烦的声音里也带着一丝急迫：“你睡了吗？才10点，怎么睡？”他气呼呼地打断，还不忘补充一句：“谁跟你一样爱睡觉？好了，那你等我，我马上就到。”然而很明显，肖战并不知道自家小朋友正在摩拳擦掌，准备解决问题。进门摘了口罩，就对他笑得很灿烂：“总算到了，让王一博小朋友久等了，真是不好意思呀，哈哈哈。”哪壶不开提哪壶，王一博真的是忍无可忍，箍着肖战的腰，把他按在门后面，就开始亲。开始他力道很重，仿佛赌气一般，狠狠捻着对方柔软的唇。然而当他感觉到自己正在被那种熟悉而清新的气息所包围，同时也在被对方温柔接纳时，便不由自主地慢下来，轻下来，顺着男人的唇角一路吻到耳垂，又沿着耳垂滑向侧颈，一边满足地想要喟叹出声，一边却又觉得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可是他还有话要说，微微偏开了唇，他在男人耳边沉声开口，带着小小的威胁：“不准再叫我小朋友，我有10000种方法向你证明我不是小朋友。”他没有开玄关处的灯，只有洗手间里的灯光透了一些过来。昏暗中只看见肖战被蹂躏的有些红肿的嘴唇和迷茫又无辜的眼睛，被他方才的亲吻蒙上了一层迷人的水光，像是某种小动物，让他忍不住，只是忍不住。你不是有问题要问我吗？肖战笑得很乖：“我准备好答记者问了。”问题？王一博摇了摇头：“我已经得到答案了。”肖战不由挑起眉头，问：“你怎么？阴差阳错吧？反正我知道了一些事，一些你藏起来不告诉我的事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”他眯起眼睛逼近，鼻尖几乎要蹭到肖战脸上：“你居然不否认，果然是藏了很多秘密没告诉我，对吧？那我今天都告诉你，以后任何事都不瞒你，好不好？”肖战轻轻握着他2个手腕，低声说道：“一博，我不太习惯表达内心的一些东西，可能让你有点误会，真的很抱歉。我是很喜欢叫你小朋友，但那是因为我觉得你简单、可爱又真诚，我想让你一直开开心心的，最起码和我在一起的时候，不要再去想不开心的事情，所以有些事我才没有说。但是我忘记去考虑你的想法，我想你什么事都告诉我，自己却没有做到。可能因为我年长，总想着可以保护你，照顾你，却忘了你也可以做到同样的事。”男人指尖微凉，轻轻摩挲着她的手背，微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仿佛很是后悔。上次你提出一起住，我没有答应，
因为担心闹出绯闻影响阿令的播出，也担心会影响你以后的工作。毕竟你还这么年轻，一切才刚刚起步。后来你在电话里说那些话，我听得好心疼。我没有想到自己的做法会让你这么不安。当时我就想来找你，立刻就来，但我实在走不开。后来我一直在想，还好你愿意把不安告诉我，还好我有解释和修正的机会，否则我们可能真的会渐行渐远。其实我不敢想，却又止不住的想。我真的很慌，因为我害怕你会对我失望，我害怕你会后悔选择我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，原来不是我保护你，不是我照顾你，而是我需要你。你比我想象的还要重要，你比一切都重要。当我想起你，眼前就只有你。王一博不敢动，只怕稍微动一动，眼里的东西就屏不住要掉下来。肖战凝视着他，仿佛有无数细碎的光影在那双眼睛里跳动，带着一种温柔的笃定，仿佛有甜蜜的暖流，瞬间淹没一切。你刚刚说，你有10000种方法证明自己不是小朋友。突然转了话题，王一博有点懵，怎么了？肖战轻身吻了吻他唇角，10000种方法，又吻了一下。你倒是证明啊！王一博觉得自己的脑细胞都被亲得离家出走了。什么？肖战轻轻挠了挠他后腰，低声笑道：你是不是还没学会？小朋友，这种时候谁再能忍，谁就不是男人。他捧住肖战的脸，深深吻上去，含住嘴唇恶劣的亲，然后顶进去冲撞上颚。他知道肖战不会认为这是冒犯，甚至不会不高兴，因为肖战爱他，他被自己心爱的人毫无保留地爱着。这个人愿意把全世界所有的好东西都向他双手奉上，包括自己，所以才愿意这样予取予求，顺从又温柔。心脏好像化成了一滩水，学到的那些知识技能全被抛开，只是本能，只有本能。本能让他扯掉了两人之间所有的阻碍，将心爱之人箍在臂弯之中，用双手宠爱，用嘴唇膜拜，听着他在自己的掌控下喘息、低吟，看着他锁骨和胸膛上鲜红的吻痕，感受着他在自己手中渐渐热起来，在自己唇下慢慢融化。王一博进步飞快，简直无师自通，像是正在探险寻宝的小孩子，很快找到了宝藏的埋藏之所。当站在他怀里抖了一下，无力地抓住他手臂，眼角绯红，看起来就要哭了。一博，你别。他俯身亲吻他，贴着他的胸膛，声音里带着顽劣的笑意。我找到了。肖战果然就哭了，他赶紧凑过去安抚，吻掉眼泪，像有目的地又哄，又像是情不自禁的感叹：宝宝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他手上动作未停，滚烫坚硬的情欲相互磨蹭，谁都没有去碰，可肖战快到了。男人攀附着他手臂，呜呜咽咽的低吟求饶，眼泪被他舔舐掉之后又涌出来，委屈又可怜。不要了，一博，我不行。他含住了男人饱满的耳垂，在男人耳边喟叹道：战战哥哥，我好爱你啊。王一博沾了一点放在舌尖，脑袋蹭在肖战肩窝里，笑得很坏，是甜的。肖战半边脸埋在枕头里，尚在平静呼吸，眼睁睁看着他使坏，却没力气骂人，只能不轻不重地拍了他2下，反倒被抓住了手，两个人十指紧扣，依偎在一起。肖战身上皮肤薄，温存之后透着一层淡淡的粉色，又出了汗，
在灯光下简直像是从油画里走出来的人。王一博忍不住又去吻她后颈，赞美道：“宝宝，你真好看，但是只准给我看。”肖战身上还热得厉害，声音也完全没有放松下来。你因为被他毫不客气地抵在身后，勃发的欲望传递着滚烫的温度，你怎么办？王一博觉得自己要爆炸了，他不想忍，但怜惜和疼爱让他克制。他知道肖战为了见自己已经徒增许多奔波，明天凌晨就得返程，此刻需要休息，而他们来日方长。他从背后握住肖战的腰，脑袋凑过去啃咬男人的耳朵和侧颈。宝宝，我真的有认真学习，解题的方法其实有很多种。下身挤进绵软的腿缝中，他哑声命令道：“加紧。”肖战像是被这2个字烫到了，很顺从地照做，却在他开始挺腰的那一刻惊呼出声，仿佛无助。王一博便不再禁锢对方，改为环抱的姿势，胸膛贴着后背，他沉浸在节节攀升的快感里，在肖战耳边呢喃：“宝宝别害怕，这样好不好？”男人扭过头来与他接吻，潮湿的吻里混杂着低喘，纠缠着深爱。原来爱如此伟大而纯粹，无关性别，亦不问结局。一旦互相确认了彼此，便会心甘情愿献奉自己。夜色越来越浓，窗外刮起大风，可风声也掩盖不住屋内越来越重、越来越沉的喘息声。它的力度在变大，速度在增快。肖战渐渐有些受不住，又开始撒娇求饶：“一博，好烫！”那声音又软又黏腻，像小虫子一样钻进耳朵里。王一博只觉得从脊椎一路麻到腰眼，他用手臂箍紧了肖战，用力到小臂上血管暴起，突然就后悔了，想狠狠地欺负他，想把他弄脏，想去到从来没有别人探访过的地方，让他彻彻底底属于自己。肖战哥哥，他舔吻着男人后颈，背部肌肉因为骤然发力而紧绷，下一次就不会放过你了。他把肖战漂亮的腰窝弄脏了，直到被他仔细擦拭干净身体，肖战上半身的潮红都还没有退干净。他们面对面躺着，王一博轻轻抚摸着男人后背，温柔地哄着：“宝宝睡吧，明天要早起呢。”肖战半闭着眼睛，低声说：“我还有东西没给你呢。”王一博就笑：“你已经给了我最想要的了，难道肖老师还有别的想法？怕你体力不支啊？”肖战毫无威慑力地瞪了他一眼：“我说认真的，不要你可别后悔。”要，是什么？在我外套口袋里，你自己去拿。王一博伸出长臂，把椅子上的衣服捞过来，在口袋里摸了半天，掏出来一样东西，他突然就怔在那里，是一枚钥匙。某个念头仿佛子弹一般击中他，可他不敢相信。他转过身去看肖战，嗫嚅着：“这是什么？”肖战闭着眼睛，隐约看出来在笑：“是我家的备用钥匙。”他只觉得不真实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，以后你想什么时候上去，想去住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拎包入住。他把爱人搂在怀里，这才想起来买的香薰蜡烛忘记用。不过已经不重要了，他们之间的爱意不需要任何渲染与烘托，就像他与肖战之间不需要猜疑和隐瞒一样。王一博在爱人汗湿的额头上落下亲吻：“谢谢宝宝，这个礼物我好喜欢。”肖战懒洋洋地窝在他怀里，黏糊得像一只在撒娇的猫：“我需要你，不能没有你。”末了，又很小声地补上一句：“我很爱你。”我也是，
很爱你，爱很伟大，但只因你的存在，爱对我来说才成了一种具象。是你让爱变得生动、具体，令人期待、憧憬，意义非凡。多希望每一次我想你的时候，眼前都有你；多希望每一次我看着你的时候，都有勇气诉说爱意。你陪我度过一整个夏天，炙热而又真情实感。我想奉还无数个四季，里面有你，有我，有紧紧握着的手和坚定不移的心。当我眼前只有你，我已经听见永恒的声音。